头了，应该还多了一点，毕竟是这是第三个年头了。这是一颗花啊，这是一颗花，然后完了我这儿还有另外一颗花。这个角度关系，这颗花照的，对，它这个是那个有的枝是高一点，有的枝是矮一点这样子。但是花的好像后面这个好像还更多一点，而且更匀称一点。这个不是很匀称，这个角度可能是好，也不行。等会儿从另外一侧吧，从邻居那侧照看看。然后这个花色和去年比啊，去年是第二个花季，跟去年比，这花色好像是更浓了一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早春它这天气比较反复无常，然后它这个花苞孕育的那个时间可能是不是拉长了的原因吧。我记得去年它这个盛放的时候应该是在6月底，记得比今年是要早几天的。然后其他我水肥管理全部都是一样的。水就是平常如果是好几天没下雨的话，就浇一浇。肥就是早春很早的时候一次，然后后来隔了1个月一次，就一共是施了2次肥，就是通用的那种花肥。然后今年早春还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它那个这杆子给，特别是外面这个杆子给兔子咬的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就是说修剪的比较狠。好，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朵，就近距离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。它这个花的直立性非常好，不会垂头。你看它一根花杆上吧，就少则是3、4支，多的我数了一下，好像有8、9朵花这么之多。像这个就是只是一枝花而已，这个是多少朵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，这一枝花是9朵花啊，就这样子，其实有好几枝。然后我还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有的时候它这一枝花上其实是那个主花已经给我剪掉了的，这个出来的是副花。主花它一般上来一枝花这么多的话，它那个当中是有一根主花的嘛，那最早开的，那前几天开的，然后它开就有点点开败了，我就把它给剪了。剪了之后就这个副花就很快就出来了。但这有的主花我是昨天剪的，就是还没舍得剪。看这个就是主花，开的有点残了的状态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剪了的话，这个没有剪，它有这个副花也是会层层的开，所以它这个花真是生力非常之旺盛。我养的月季虽然不算多吧，但是在我这个小花园里头，反正它算是就是生力最旺盛的一个花。然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点啊，这个地点其实还是蛮不错的，就是朝东南向的，所以大早的阳光会非常好。早上可能是夏天的话，6、7点钟就会有，太阳出来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吧，出来毕竟是旁边有房子，稍微挡一下嘛，可能是7点钟左右，一直到下午的应该是3点钟左右吧。应该都会有阳光。好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啊，走到邻居的那边去。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2棵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前面这棵好像是花量好像是比较规模大一点啊，但是也是因为它这个是枝杆是参差不齐。我明年剪看看要不要把它那个就是前面的剪矮一点，然后后面让它高一点，就形成这么一个坡度，看看是不是好一点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尽可能的那个照到所有的花了，就还矮一点的这个就是照不到，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然后它这2棵都是这个花色是比去年是要深要艳丽。
去年是粉粉的、粉粉嫩嫩的，然后还有点小。今年好像花朵好像稍微还大了一点，更丰满了一点。我等会儿把去年照的一些照片拿上来做一些对比啊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的判断是不是对的。这个也是后面那棵花的一个枝，这后面这棵花真是长得是更好。有可能是修剪的问题吧。修剪这个东西呢，也是怎么讲呢？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是，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。就是像后面这棵还好啊，给兔子咬的比较少，但是前面这棵的话，这个给兔子咬的是非常厉害。所以我原来想剪的那几个枝呢，我就有点不舍得剪了。但是因为就是给兔子咬的那几颗枝是必须剪的嘛，那个就原来想保留那几个枝，给咬掉的话就只能剪掉了。但是完了之后剩下那几颗就稍微弱一点的枝，那总不能把它也剪掉吧，对吧？所以就保留下来了，结果就成了这么一个现状。我去年还拍了一个视频，信誓旦旦的说要把这个前面这棵月季剪成像后面那一棵，因为后面那棵呢，它是这样子摊开的，就是一个扇形这样子摊开的，所以它这个透气性更好一些。我去年信誓旦旦的说要把它也剪成，把前面这个也剪成那个扇形的，这个完了就是这个兔子帮我做了决定，兔子否决了。他说不行，这得按照我的意思来的。现在就是还是这么一大簇，就是长在这儿。现在暂时看是还是没有任何的黑斑之类的病。今年早晨确实是打了1次的那个尼莫，然后今年早晨我自己个人健康也出了一点小状况，所以就没有很勤快。往年是我至少应该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打了2、3次了吧，这尼莫。我是很怕这个植物生病的，花开的少一点小一点没关系，但是生病我就不喜欢，阴艳艳的，就是哪怕你花开的再美丽，在我这儿都是打折扣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这么多了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丽、快乐的夏天。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花的问题，可以在留言区问我。好，谢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